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 Lisa 老师，又到了我们的绘画时间。今天咱们要画的内容呢是这幅线描装饰画，非常的漂亮。绘画过程很简单，但是呢，今天要强调的是，这幅画在画的时候需要一点点耐心，所以说呢，它可能要占用你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。那么课程呢，时间没有这么长，因为线描的地方，老师给大家做过示范以后，需要下面，大家自己耐心的一点一点去填充，但是，填充完的效果还是非常棒的哈，放在家里就直接可以做一幅装饰画。那么通过线条的练习，我们的勾线的能力、控笔的能力也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用到的工具呢，就是马克笔和勾线笔。因为这幅画比较费时间，比较耗时，而且我觉得成品还是很好看的，所以建议呢大家用一张稍微厚一点的纸，这样呢比较有利于你保存，画面效果也会更好一些，好不好？那么，咱们就开始今天的绘画吧。首先，咱们在纸上打一个方形的格子哈，尺寸没有特别的要求，大家根据需要去打就可以了。我这边给画边缘留的大概是2公分的位置，大家可以参考哈。打格子的时候，记得用我们这个粗一点的勾线笔的这一端，然后我看一下这条线我画的是多长的。好，17公分，那我就可以再接着横着打。咱们先给它一个外框。好，我这个格子就打完了，然后左边部分呢，一会儿我给大家讲示范勾线的时候用。然后现在里面的部分，我们就开始画叶子。叶子怎么画呢？很简单哈，叶子就是一边圆一点，一边尖一点。让它图形呢尽量饱满一点，就这个样子画就行了。重复的画，然后在我们这个画面里面呢，叶子要有一个遮挡关系。老师第一片叶子画在哪里呢？我就画在这个画面，我觉得是黄金分割点的位置，好不好？我就画在这里。第一片叶子有了，那么你就紧接着往下画下面的叶子。大小可以不太一样哈，你可以稍微的大小有一个变化。然后它有一个遮挡关系，有一些是在边框的地方被遮挡。这步我在画的时候呢，我建议大家不需要打草稿哈，但是如果你要是实在觉得拿不准，那你也是可以打草稿的。然后后面还有一片。
然后还可以有这种两头尖的叶子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先随便的再找一些地方画几个没有遮挡关系的叶子。就是我们最上边的这片叶子。叶子的方向呢，一定要充满的变化。充满变化，然后你的画面才会更加的活泼，对不对？这个叶子你根据自己的画面去画，不需要跟老师画的一样，那样你会很辛苦。你自己画到哪里都是对的。好，基本上是填满了，然后你再看一下，有没有什么地方还想再去填一下的，你就给它填充一下。基本上是 OK 了，OK 了。这边好。再给它加一个叶子的尖尖，好，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想象是一层层层叠叠的叶子，那么你看到哪里觉得好像缺一点什么，你就加一点什么。好，我们整个叶子就画完了，是不是层层叠叠的叶子？下一步我们该涂色了。涂色的时候呢，大家就把你手边绿色、深深浅浅的绿色全部拿出来哈，深绿色、中绿，然后还有偏黄一点的黄绿色，然后还有可以有一个偏墨绿的墨绿色，好不好？大概我觉得4种绿色差不多了。我们在左边试一下颜色，看看这个配色好不好看。这是浅绿，中绿，墨绿，
还有一个更深的绿色。好，然后你再看一下，我想再加一个，这个是黄色，再加一个黄色，加不加都可以哈，我觉得还可以，加一个黄色，再加一个橘色。再加一个橘色，这样颜色更跳跃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还可以再加一个红色。叶子有时候就是有红色、黄色、橘黄这种秋天的颜色，还有绿色的这种风格，对不对？这个颜色我觉得搭配很好看，你可以在旁边试一下哈。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涂色，涂色的时候就比较随意。大家让这个颜色呢全部散开，上面的颜色尽量用这种比较，上面的叶子我们用比较亮眼的颜色，然后下面的你可以用深一点的绿色。让这个每一个颜色呀散布开。这个面积因为非常大，你可以直接用马克笔的比较粗的这头直接去填，扁头填充，然后涂色会更快一些。好，接下来换一个颜色，我想用这个黄色。黄色，我想让它在这边只是一个简单的点缀的作用，对不对？可以不用画太多哈。咱们这幅画呢是以绿色调为主，所以黄色、橘色和红色的面积尽量控制一些，尽量控制一些。然后是绿色。看老师涂色的时候，大概是有一个规律，就是我们从浅的颜色到深的颜色去涂。因为浅的颜色，我们后期如果觉得不满意，是可以覆盖的，对不对？深色就没有办法去做调整了。先去把边框涂好，然后再加中间的部分，这样涂色的效率会更高哈。因为咱们这个外面的外框用的勾线笔呢是比较粗的这个勾线笔，所以说这个颜色很好填。这边稍微涂出去一点，看到没有？没关系。如果你要是有同样的情况呢，老师教你一个小妙招。这不是涂出去一点吗？你选一个深一点的，你干脆就现在直接把这个涂出去的这个区域把它
用深绿色填充，然后就看不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学会调整你的画面哈。要用智慧来解决我们生活中，包括绘画当中遇到的很多很多的问题。这个绿色的区域让它更多一些，这样画面会有一个主基调。有一个主基调。好，你涂的差不多的时候，你觉得可以没有感觉的时候，可以先放一放，停一停。然后呢，咱们把这个橘色和红色给涂了。因为从色彩明度上来说，它跟咱们这个绿色几乎是一个明度的，所以说你这时候涂上去，然后最后用深色再调整一下画面的结构。这个颜色实际上大面积涂还挺红的，大家有没有觉得？这个颜色还是挺红的。咱们这幅画面是不是现在色调非常的明快？好，差不多了。然后深红色，刚才我们选了一个深红色，加一下。红色和绿色这种强烈的对比色，能让你的画面轻松的跳跃出来，变得非常的亮眼哈。这叫视觉冲击力，对不对？红色我打算涂3片。好，我们再选一个位置，觉得这边。好，红色差不多了，然后紧接着我们再往下走，有一些上面的部分你也可以调整一下，给它一个深一点的颜色。要不然咱们的画面就太飘了，是不是？刚才都用的是鲜艳的颜色，画面太飘了，有一点镇不住的感觉。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就需要调整一下。
加几片哈，加几片。觉得有些地方呢还可以再用浅绿色再给一点，比如这片叶子。涂色的时候边观察边调整。边观察边调整，然后另一种深绿色，最深的那个深绿色。大家在观察这个画面的时候，有没有一种感觉？浅色的感觉往你眼前跳，深色的感觉在往后退，是不是？通过这种色彩的明暗关系去调整画面的这个节奏和层次。这些连着的区域后面，我们都可以给它涂成这种深绿色，可以涂成深绿色，自然的让它退到后面，有一个空间感。有一个空间感，你可以眯着眼睛去感受画面哈，眯着眼睛去感受画面。这个地方还有一片很大的叶子，我们就用刚才的这个草绿色，就是偏黄绿的这个颜色去涂。这个地方是视觉中心的部分，还是应该让它更加的跳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继续填涂，直到你把画面填满。剩下的部分就全部用深绿色来把它涂满，就搞定了。好，搞定了。我们这幅画呢，完成了一大半了，还有一小部分要怎么画？我们要练习线条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开始勾线了，用刚才双头勾线笔细的这一端来勾，或者呢，你也可以选择
一个更细一点的，你不是双头勾线笔，反正要用比刚才这个线要细一点的来练习线条。那么练习线条，我们勾线的时候不要这样去勾哈，就直直的这样去勾，这样是不对的。我们怎么去勾呢？让你的线条有一个弧度。那么怎么去处理这个弧度呢？这个弧度大概就是一个类似于 S 的形状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哈，看是不是有一点点小的弧度、弯度。那么你这个叶片才会更加的生动、动感，对不对？然后紧接着我们就开始勾线。那么勾线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放一个音乐，然后就可以开始你的勾线工作了。这一步非常锻炼耐心哈。线条不可以交叉，尽量的让它保证均匀。如果不能保证均匀的话，最基本的要求也是线条不可以交叉。这个勾线的工作呢，你一次完不成，可以下一次再做也 OK， 不要急于在一次完成，对不对？有时候画一幅画是需要心情和耐心的。那么如果你这一会儿不想勾了，可以去休息一下。你看它是有一个顺着叶子的走向。第一笔一定是从叶子的这个后端出来。好，我给大家已经勾了2片叶子了，对不对？勾了2片叶子了，注意看，是这样的一个 S 型，到叶片的边缘是圆过去的，然后这样你的叶片就会变得很饱满、很立体，对不对？那么老师就不给大家展示我全部勾线的过程了，我们直接看老师勾完的结果，好不好？那么你们也可以接下来放一个音乐，慢慢的在这里勾，好不好？